深夜，一条视频忽然登上除了短视频平台之外，其他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。视频的标题是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现任族长霍华德的诚挚致歉。视频里，霍华德特意将自己打扮得十分苍老，一副十分颓废、病恹恹的模样，让人一看就感觉好像行将就木，命不久矣。而霍华德之所以要这么装扮自己，也是因为智库给他的建议。智库觉得卖老卖惨有助于让人出于同情，而下意识地降低对一个人的痛恨和责难。这就好像同样是偷东西，一个20岁有手有脚的年轻人偷了别人的钱包，和一个80岁身患绝症快要死了的人偷了别人的钱包一样。虽然事情是一样的，性质也没有任何不同，但后者就是能得到社会更多的宽容。让霍华德卖老卖惨，虽然对他的形象有所损害，但绝对有利于在第一时间先软化民众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敌意。而智库的判断也确实没有错。当霍华德仿佛快死了一般，在镜头前艰难露面的那一刻，人们心里都或多或少有了几分同情。而霍华德一开口，便直奔主题，忏悔不已地说道：想必大家已经知道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后辈马特·罗斯柴尔德犯下了难以原谅的过错和罪责。虽然马特·罗斯柴尔德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，但我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长，依旧有着不可推卸的失察责任。而我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长，没有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向公众道歉，反而试图用钱来为他解决问题，试图为了他而干预司法公正。这件事我确实做得非常愚蠢，也非常错误。在这里，我必须要向当事人以及全美国的民众郑重地说一声抱歉。霍华德的智库很懂什么叫避重就轻和反主为客，如果一上来就把所有责任都推给马特，一定会引发民众的反感。所以他们就让霍华德在甩锅给马特的同时，又主动给自己安一个所谓不可推卸的失察责任。这样一来，不但能缓解观众的敌对情绪，更能在潜意识里认为马特是那个做了所有坏事的人，而霍华德则是一个管不了孩子却要站出来替孩子承担责任的家长。而且霍华德也承认了自己是图收买布鲁斯·韦恩斯坦的行为，一定程度上算得上敢做敢当。更微妙的是，霍华德被曝光的只是他打给布鲁斯的电话，单凭那一通电话的内容是很难定他一个罪名的，所以他就算主动承认，也不需要承担什么法律后果。可是在民众那里却又博得了一定的好感，所以这一招也算是老谋深算。而这个时候的霍华德一脸痛心地继续说道：马特虽然是我最疼爱的孙子，但他现在犯下了诸多过错，甚至违反了美利坚和众国的法律。所以我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长，以及美利坚和众国的公民，在此向所有美国同胞保证，一定不会包庇马特，更不会为他寻求宽大处理，无论法院判处他何种罪名和刑期。罗斯柴尔德家族都以家族100年的信誉作为承诺，绝不插手进行任何干涉。除此之外，我在此也恳请警方对我进行调查，如果我的行为涉嫌违反美利坚和众国的法律，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最后，在这里，我也要代表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，向布鲁斯·韦恩斯坦先生、向周彼得先生表示最诚挚的歉意。我们会持续与他们保持沟通，一定尽全力弥补马特对他们的伤害。说完这些，年迈的霍华德站起身来，有些艰难地向着镜头深深鞠躬。如此一番道歉下来，霍华德果然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赢回了一些口碑。再加上他们本身就操控了美国绝大部分的新闻媒体，在媒体的有意引导和推波助澜之下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形象一下子又有了不小的改观。很多人都接受了霍华德的说法，觉得布鲁斯爆料的那些事情应该都是马特一个人的行为，与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无关。至于霍华德试图用钱收买布鲁斯的行为，在民众看来也成了一个家长保护孩子的理所当然。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，只要马特接受公平审判，
并且为周彼得的事情付出法律的代价，整件事就会告一段落。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要确保马特这个癌细胞被切除，自身就能杜绝后患。而此时此刻，叶晨也在自己的牢房里，用手机看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绝地反击。他早料到罗斯柴尔德家族会壮士断腕，所以对这条视频倒也不觉得惊讶。像这种庞大家族，要是连这种危机公关的能力都没有，也根本不配世界第一家族的位子。不过叶晨此刻倒也不担心，因为他手里还有一张王牌没打。这时，一旁的大毒枭古斯塔沃也在抱着手机吃瓜。看完霍华德的视频，他有些懊恼地骂道：“他妈的，霍华德这个老狐狸，我还以为这家伙这次要头大了，没想到竟然就让他这么轻松地混过去了。”叶晨看了他一眼，淡淡道：“古斯塔沃，你想不想活命？”古斯塔沃顿时一个机灵，连忙从床上翻了下来，跑到叶晨床边，卑微又紧张地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我当然想活命啊！您之前说有办法让我活下去，到底是什么办法啊？”叶晨指了指他的手机，微笑道：“你这辈子想离开监狱，怕是很难了。不过你想在这里活得滋润，就得学会跟你儿子还有罗斯柴尔德家族互相牵制。”古斯塔沃忙问：“叶先生，请您说的再明白一点，怎么才能跟他们互相牵制？”叶晨问他：“古斯塔沃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想要脸，还是想活命？”古斯塔沃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当然是想活命，这时候要脸面还有什么用啊？”叶晨点点头，笑道：“你现在去卫生间录一段视频，讲一讲你跟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前是怎么达成协议的，然后为什么被关在这里？罗斯柴尔德家族又是怎么利用你们桑切斯家族在墨西哥的势力，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？”古斯塔沃一听这话，脱口道：“叶先生，这些我要是说了，罗斯柴尔德家族还能留我的命吗？”叶晨笑道：“你先听我说完。”古斯塔沃连忙闭上嘴巴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叶晨又道：“你看，昨天白天你差点就被约瑟夫的人干掉了，你可以在视频里向你的儿子求助，就实话实说，告诉他你今天在监狱里差点死了，然后告诉他有人故意栽赃陷害他，说是他要杀了你，但你说什么都不信。接着你再说出你自己的推断，你就说你觉得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想干掉你，原因是他们觉得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，而你又知道他们太多的秘密，所以想要你的命，而且还故意栽赃嫁祸给你的儿子。所以你在视频里要一边控诉罗斯柴尔德家族过河拆桥、背信弃义的行为，还要一边提醒你的儿子要提防罗斯柴尔德家族。最后记住，一定要声泪俱下地求你儿子想办法保护你的安全。”古斯塔沃一脸疑惑地问道：“那我这不是把两边都得罪了吗？我儿子已经想干掉我了，结果这视频一发出去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想干掉我，我这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？”叶晨笑道：“等你视频发出去之后，最不想让你死的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。你死了，而且死在他们安排的监狱里，那他们绝对是百口莫辩，所以到时候他们一定会尽全力保证你在这家监狱里的安全。至于你儿子，到那时他肯定也不敢再干掉你了。一方面你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保护，另一方面你儿子肯定也害怕罗斯柴尔德家族查出事情原委，到时候他肯定会成为整个桑切斯家族的众矢之的。而且我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面对舆论的重压，一定会想办法查清楚事情真相。一旦他们查出来这件事是你儿子暗中捣鬼，必然会在第一时间公布这个结果，来给自己减轻舆论压力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儿子的处境就会更加被动，他只会尽全力去讨好你，来消除你以及其他桑切斯家族的人对他的怀疑。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，他们也只更会努力地保住你的性命，因为只要你活着，他们就永远不用背杀了你的黑锅。这样一来，你的生死就会成为他们双方的羁绊。只要事情真相没查明，谁都不敢让你死。说到这里，叶晨又道：“哦，对了，
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查出实情，你也不用担心，你儿子到时候只会矢口否认，而越是矢口否认，越是不能再来动你。到时候矛盾变成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你儿子之间的矛盾，你就可以在夹缝中安稳生存了。古斯塔沃有些激动地问道：叶先生，这真能行得通吗？叶晨点点头，淡淡道：你要知道，你儿子已经对你动了杀心，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旦知道你已经失去价值，也会将你弃之不顾。所以你唯一的活路，就是让你儿子不敢杀你，同时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怕你死掉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活。